印度最强战舰正式服役，能否挑战中国的055大驱？这艘军舰造价为何贵得惊人？印度海军真的如此强大了吗？近日，网上有报道称，印度的首艘隐形导弹驱逐舰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正式入列服役，这在印度国内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不少印度人在网上叫嚣，这艘军舰不仅是印度最强战舰，还是亚洲第一驱逐舰。印度人还吹嘘说，这是可以与中国055导弹驱逐舰相提并论的，甚至可能还超过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此话一出，立刻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那么，印度的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实际上是怎样的呢？近年来，印度一直都有野心成为军事强国，但是自己国内的经济和工业水平有限，所以只能特地去世界各国买军事装备，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然而，印度在有了军事武器后，就不断尝试在国家边境引起国家争端，以此来扩大自己的领土。然而，印度不仅在陆地上想要扩张，而且他们在海上也想要去谋求更大的发展，并且在他们有了航母之后，就想要控制印度洋，阻碍影响其他国家海军的发展，因此也是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然而，印度虽然有这么大的野心，但是他们国内海军发展却十分缓慢，而且也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制约，这就大大的影响了印度海军的发展。而且，印度海军的舰船也时常发生事故，外界对于印度这样多次无厘头的表现，也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为印度不管做出怎样的事儿和有怎样的言论，那都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所以也就是见怪不怪了。而对于印度此次这样的言论，那可能也是要被无情打脸了。我们来看看印度的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就知道了。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是印度 P-15B 导弹驱逐舰的首舰，该舰是加尔各答级导弹驱逐舰的改进型，满载排水量达到7300吨，长163米，宽17.4米，由4个燃气轮机推进，速度超过30节。这种驱逐舰采用了新的设计概念，提高了生存能力、海上操纵能力、隐身能力和机动性，也拥有更加强大的雷达系统和武器装备。而这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是在2013年开建，当时印度的计划是2015年下水，而且原计划2018年服役，但是却一直拖延到2019年才下水，然后才在今年的11月正式服役，这就比印度原定的服役时间晚了3年多。这也可以看出印度国内的造船技术水平较低，且效率较差，这肯定是不能支持印度想要实现海上军事强国目标的，甚至还有点讽刺。甚至印度的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在建造时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虽然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在名义上是属于印度国产的驱逐舰，这也使得印度对他们的技术感到骄傲。确实，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的70%的建设工作都是由印度独立建造的，但是并不是印度完全自主研发的。因为印度的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的雷达、火炮、导弹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也符合印度万国造的特点。因为没有这些外国设备，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可能根本无法建造完成。正是由于这艘军舰需要购买大量外国设备，其建造成本也是水涨船高。据获悉，维萨卡帕特南号驱逐舰的造价高达2940亿卢比，相当于290亿人民币，或者是43亿美元。这个造价高得惊人，这已经是世界第2贵的驱逐舰了，仅次于单价46亿美元的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相比之下，055级驱逐舰造价大概在10亿美元左右，还不到维萨卡帕特南号驱逐舰的1/4。而且，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装载建造的过程中更加是事故频发。在2019年的6月21号，印度孟买的马扎工船务造船有限公司正在建造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发生火灾，而这场大火在这艘导弹驱逐舰上迅速蔓延，使得军舰的第2层和第3层甲板也发生了3级火灾。对于这一重大的火灾，印度国内动用了8辆消防车和快速反应车辆来用于救火。而这场大火虽然在7点前被控制住了，但是由于舰体局部的火势较大，这就使得在舰上施工的1名工人由于窒息和烧伤不幸遇难，而其中的另1名工人也受到了轻微的烧伤。
这也使得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在这场大火中遭受重创，因此也就使得它的服役时间被推迟。所以，对于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故，也使得它的可食用性也是大打折扣。而印度此前吹嘘可以对标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现在看来真的是有点不自量力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的满载排水量达到12000吨，是中国最新研制的万吨级导弹驱逐舰。不仅集成了目前中国国内最先进的雷达和火控系统，还装备了最新的防空、反导、反潜等多种类型的武器装备。而且中国的055南昌舰是2017年下水的，2020年初就入役了。而中国的这艘055导弹驱逐舰从下水到交付只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单看建造时间上，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可以说是完全碾压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加上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在重量上也是超越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而且中国的055导弹驱逐舰完全是中国国产建造的，且是完全拥有自主研发产权的，而且都是用的本国的设备，可以说是完全自主研发的。而且在战力上也是完全超过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并且火力更加好，综合作战能力也更加强大，也具有更加大的实用性。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完全碾压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不仅如此，甚至有网友还将印度建造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的速度与中国建造航母的速度进行对比，从中说到，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驱逐舰从下水到服役用了6年，而中国国产航母山东舰从下水到服役仅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甚至如果说要算上山东舰在下水之前开工建造的时间，那么中国山东舰的建造速度也比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要高效得多，且取得的效果更好。对此，专家评论说，中国造2艘航母的速度都比印度的维萨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的速度要快。从这里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印度国内的船舶制造业的不靠谱，且没有过硬的实力，从而导致印度国内船舶建造的事故频发。这也使得印度海军唯一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此前也发生过火灾，虽然火势被及时扑灭，但是也给印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上印度造船厂的拖拉，所以这也是使得印度出产的舰船都多少有点问题。而印度的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驱逐舰能够成功研制出来，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但是印度的这艘维萨卡帕特南号驱逐舰能否经得起考验，那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了。